青鸟真的是好骗，可以看到最上面真的就是一些没出过社会的屁孩，好像大家都在猎物，风声鹤唳，毁蝶真的都在你身边，拿着手机在拍街景，可能就是要上传到中国大陆去，给他们作为将来攻打台湾的参考。你个鸟命！为什么人家叫你戏子？为什么人家瞧不起你？一样是艺人，看看人家高金素梅直询的内容多么有深度，你跟着那屁孩在那边玩猎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郭玉群这个事情，你怎么抓到他的？过去我就已经有发现过他的先生在中国大陆经商。他先生在大陆，他说他只是一般员工，可是我看你有附一个资料，是他先生其实是董事。一般员工会在公司股东申报里面，董监事申报里面的报表嘛，看到我们这位官刚，你就是重要的股东啊，你就是投资者啊。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能够允许两岸之间的通商交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罢免之后，89啊，或者说这些青鸟他们在猎巫。沈伯洋又讲了第5纵队台商的家人，将来如果两岸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那这些第5纵队都是必须要被怀疑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台商的家人，沈伯洋的爸爸，讲起来沈伯洋不就是妥妥的第5纵队？沈伯洋的事件才刚过而已，我们就看到青鸟在大罢免第1阶段跟第2阶段的时候，四处在猎巫嘛，看到人家在公园、在马路上拍影片，就风声鹤唳，故意制造紧张的氛围，制造中国大陆就要打过来了。如果基隆市长不罢免掉，那基隆就会开城门让共军进来。现在大罢免，只要不罢免掉，中共就会掌控整个国会，制造这紧张。现在街头都有很多人在拍影片的，然后这些影片就是作为将来中国大陆要攻打台湾的街景图，真的是很神经病我觉得说这些青鸟真的是不是没当过兵的小屁孩，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你当过兵你就知道嘛，打仗怎么会是看街景图呢？还有人说打仗 GPS 把你关掉之后你就找不到北，怎么会是这样呢？打仗是看地图、看指南针、看经纬度，怎么会是看 GPS 指标、路标呢？而且更何况中国大陆打仗怎么会跟你用 GPS？ 连最基本的知己知彼都搞不清楚状况。青鸟真的是好骗，可以看到最上面真的就是一些没出过社会的屁孩还是怎么样，好像大家都在猎巫，然后就好像风声鹤唳，然后好像毁蝶真的都在你身边，然后你拿着手机在拍街景，可能就是要上传到中国大陆去，给他们作为将来攻打台湾的参考。你说这些翠里面的这些青鸟、这些屁孩没有知识也就算了，你万老师郭玉琴也是立法委员，你怎么跟这个风呢？甚至刻意的带风向，一样是艺人出身。你看看高金素梅质询的内容，你不是说瞧不起，为什么人家叫你戏子？为什么人家瞧不起？一样是艺人，看看人家高金素梅多么有深度，多么有内涵。你跟着那屁孩在那边玩猎巫，然后在那边玩带风向，没有中国口音，或者是陆配有中国口音在台湾直播，你知道吗？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抗中保台这些反中的陆配吗？有时候这些台湾抗中保台陆配也蛮恶心的啦，有好几个，而且有做频道了。哎呦，好干净哦！台湾的火车站好干净哦，我们中国大陆都没有这么干净哦。台湾的火车站竟然有育婴室好夸张哦！台湾人会排队好夸张哦！什么鬼跟什么鬼？好像中国大陆火车站好像很脏好像中国大陆火车站都不排队好像中国大陆的火车站都没有育婴室那所以说难怪馆长就想要去看看，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的人被这些陆配洗脑了就会想去看看中国大陆真的那么脏，中国大陆是不是都不排队中国大陆是不是没有育婴室？就一句不对人家有垃圾桶人家垃圾桶还蛮先进的，还有分类人家马路还很平人家也排队，人家很干净怎么跟你陆配给我们的讯息完全不一样呢？我家附近就有一个直播主，他的生活圈跟我就重叠我下次我要问问看我下次问你在拍什么？你是不是在帮中国在台湾的街景？你怎么拍我们的火车站呢？你怎么拍我们的高速公路呢？你是不是假装反共？然后其实你这些都要拍回去给中共将来要攻打台湾用的？有需要靠你收集街景吗？伊朗跟以色列打到这个样子，万老师你到底有没有智商？你到底有没有智慧你现在是你们民进党的带票机，你知道吗？看人家就觉得这将来是国民党来执政比较好。民进党看这个万老师有没有老还是说真的是青鸟，就是脑容量就真的是很小。
现在就是妖魔鬼道这些侧翼这些人在当道啊！你看八种翻车不知道翻几百次了，他避风头了。闽南郎，你跟人家玩那个3P、4P、5P 被爆料，他避风头了吗？他们已经无下限了。沈伯洋最近也是很没下限了。沈伯洋这一次你有没有发现万老师的稿跟沈伯洋稿超级无敌像？他们就都是这个样子啊！史淑华那外遇的事件，到最后也是得到中国啊。认为真的是所有人都跟青鸟一样，都是无脑。这件事情再次验证了一件事：反共反的越用力，舔共舔的越开心。他们就是因为会懂舔共，才知道怎么反共。像我们对共是无感，像我们就家里也没有对岸的生意，什么都没有，啊去就是去旅游。我在中国大陆没有生意耶，我这一辈子去中国大陆去没有几天呢，我绝对没有你万老师你老公在中国大陆的天数那么长，我绝对也没有沈伯洋你爸爸在中国大陆的天数来得长，我绝对没有陈柏惟你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间来得长，我只是去旅游而已。有你们去中国大陆是去赚红钱呢，去配合中共呢，去发展中共的经济耶，你帮他们赚钱，让他们买飞弹对准台湾呢。我说我是中国人，我确实是中国人啊，但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啊，所以我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并没有错。不管今天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政权，有一个点就是承认人家发展好这件事实，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十恶不赦，就是为匪宣传。而且更可恶的地方是，你们一个一个骂舔共骂最凶的，结果家里面在对岸都是有大生意、大往来、大利益。你们在指控什么第5纵队台商的家人最有可能是第5纵队，你们自己不是这样说的吗？当时你们是怎么指控台商的？结果原来你们自己就是台商，从来没有鄙视过台商，我只是顺着你们当什么在攻击台商，结果你们自己一个比一个更甜更贵。他们青鸟当时有演一场大义灭亲的戏，我认为你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陆配的儿子来大义灭亲没什么了不起。你今天要大义灭亲，你沈伯洋你站出来大义灭亲，郭益勤你站出来大义灭亲，我就信你。你叫一个陆配的小孩说我今天要出来大义灭亲，我站在这里我就是要大义灭亲，你叫一个大陆人来大义灭亲干嘛？但他们不会，他是操俗啦。到现在沈伯洋没有认错的意思，到现在郭益勤没有认错的意思，他意思都说你们凭什么出征我的家人？就是什么不要针对我的家人，靠，什么第5纵队吗？什么家人？还是什么家人？大义灭亲啦！你中国台湾用的这么顺，而且沈伯洋那更夸张，沈伯洋他爸很可能就是一带一路的最大受惠者了，因为他去的点，包括他申请配合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啊，这个就是妥妥的中共同路人啊！我觉得出来大义灭亲的，青鸟不是最会大义灭亲吗？出来大义灭亲，陆配的儿子都懂得大义灭亲的，你立法委你不大义灭亲吗？带头给我们看。我看了一下几份资料，我发现他每间公司的名称都不一样，代表说他在对岸可能不是单线发展。其实他们过去有涉及一些纠纷的，跟对岸的消费者有纠纷，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跟对岸消费者有纠纷，所以他们最后灰溜溜的跑回来。其实他们过去有，就好像闽南郎一样啊，闽南郎也是因为在对岸有纠纷以后才绕跑啊。闽南郎的纠纷是他等于说把公司的钱都吃了，他没给他分润，奇怪对啊，去赚红钱还给他赚到纠纷。可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在对岸的时间蛮长的，因为他写的那几条说一直去对岸出差，所以他所谓的她老公离职，是不是只说他之前出差的那个公司，他自己投资的是另外一件事哦？这个事情已经先前的就已经有爆出来，只是之前没有，因为这一波，因为这一波他们太夸张。对，其实混最好是沈伯洋。他们家到去年都还在做对岸生意，你不觉得沈伯洋很可疑吗？沈伯洋爸爸在中国大陆混得不错，混得非常好，他在美国混得非常好，是不是？那这样说起来，赖清德很喜欢用这种在对岸有商业纠纷的人为什么沈伯洋回来台湾，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民进党为什么会把他列为男性不分区第1名？是受了谁的指令 ？CIA 的指令吗？而且你上次赖清德在中常会还特别叫吴峥读出来的那个他所宣示的护航沈伯洋的说法，那完全是沈伯洋的首路啊。过去这些人都在中国大陆混得不错，不要说混得不错，曾经混过。这个会不会是无间道啊？他们来台湾，然后刻意的，他们用伤害中国大陆、反中，全部都是打嘴炮。为什么闽南郎在中国大陆好好的，忽然间这个生意失败回来？这个就跟警察要卧底到黑道有没有一点点像？他不是在周一后的节目上面讲吗？说中国大陆今年会垮台吗？说我们垮台了。一方面卸下心防，说中国大陆要垮台的；另外一方面说中国大陆很差没有进步，我们都不用怕，就是用骂了要把中国大陆骂垮。再来就是一直挑衅中国大陆。不打，你到底打不打？这个不是刻意的做球给中共打吗？没有任何帮助真的是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无间道搞不好他们真的是中共派来握台湾的。有可能，因为这个目前民进党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其实前阵子有个事情很严重，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海巡署的高阶将领被渗透，其实那很严重那个将领完全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爬起来的，结果竟然被渗透。那这么大一个脉络只有1-2个人被抓，我都不相信。